电脑换个芯片有那么难吗？为什么说早年的 Mac 电脑还可以装 Windows， 但是现在好像就不行了呢？那除了 Mac 电脑以外，我们普通的 Windows PC 电脑有没有换芯片的情况发生呢？各位好，我是 Spike，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Mac 综艺的第3期节目 Mac 换新。Mac 电脑是在电脑界的第2把交椅，这个话呢是从销量和用户的数量上来说的。那第1把交椅是谁呢？当然是 Windows PC。那在这里呢，我们先要明确几个可能会比较容易产生混淆的概念啊，一个是 PC 一个是 Windows， 一个是 Mac。前几期节目呢，我们已经非常详细的跟大家去聊了 Mac 是个什么东西了啊。那跟我这个系列的观众应该是我们有一个基准线在这儿了啊。那我们就把 Mac 先放一放，聊一聊 Windows 跟 PC。我们先聊一下 PC 这2个英文单词啊。PC 是什么？那它是一个缩写啊，把它展开之后呢，叫 Personal Computer， 就是个人电脑。也就是说呢，这台电脑呢，首先它是个电脑啊，那这台电脑呢，它可能不是针对商业或者公司啊，它更多的从研发、设计到使用都是针对家庭和个人用户的。那当然现在看来这个概念更加的普及了，它并没有那么强调说这玩意儿是个人还是公司，而事实是现在很多公司用的电脑还不如个人啊。但是大部分人说到 PC， 它直接指代的一个物体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就是电脑，你可以把 PC 和电脑直接画上等号。所以如果你要去说 PC 到底指的是什么的话，其实它是包括了 Windows 和 Mac 的，因为它并没有指定你是什么样子的电脑嘛，只要是电脑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 PC。 当然特别指的是 Personal Computer， 就是个人电脑。你跟我说那个云服务器机房里面的那些，那个你肯定不会有人把它叫成是 PC 的啊。好了，那接下来电脑都有哪几种呢？一般我们会开玩笑的来讲，这个世界上只有2种电脑，就像大家会说这个世界上只有2种手机，一种是 iPhone， 一种不是 iPhone。这一部分是开玩笑，那另一部分来讲呢，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你会发现 iPhone 真的是独树一帜的一个样子，但是另外任何其他品牌的手机可能外观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差别，但是你打开里面看到屏幕里面显示的内容，那也都大差不差。为什么？因为它运行的操作系统是一样的，都是安卓嘛。所以从手机的操作系统来讲，其实真的只有2个，一个是 iPhone 的 iOS， 还有一个是其他所有的手机品牌所使用的安卓系统。当然你说这个中国大陆的情况会非常特殊啊，比如现在这个华为有自己的鸿蒙系统。那当然我对这个呢也只是属于像平时关注一些科技新闻的那种感觉啊，并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说刚一开始呢其实是基于安卓的，后来呢又叫纯血鸿蒙，就是真的是自己的一个系统了。但其实打造一个系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系统本身还算简单，但是你一个系统打造好了之后，你怎么样去搭建它的生态，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要让这个各家的这个第三方的软件公司再重新花人力、时间、成本去开发一个你的这个新系统的软件，那人家软件公司要问一下为什么那你能给人家什么好处，以至于让人家花这样的成本为你这个新的系统再单独开发一份软件呢？那这个就是我认为啊是更难的一件事情了。那你换到 PC 上的 PC 的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也是一样。那我们就说这个世界上只有2种 PC， 一个是 Mac， 一个不是 Mac。那道理也是很简单，因为 Mac 电脑运行的是 Apple 自己的 Mac OS 操作系统，而其他任何品牌的电脑、任何品牌的 PC 运行的都是 Windows。所以这么说也不错，是半个玩笑。当然我知道严谨的来讲也不能，这也不是说全对，因为你还有其他的系统，比如说 Unix， 比如说各种版本的 Linux， 特别是在服务器维护方面，我知道 Linux 会更加的
这个流行一些啊，但是在民用的大家普通的用户能够买到的 PC 产品当中，也就是这两个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了，在普通的我们聊天的语境当中，我们经常说 Mac 和 PC。我记得当年 Apple 还做过一系列的广告，就是两个演员，一个扮演 Mac， 一个扮演 PC， 中间聊了一些很有趣的对话。当然核心的意思呢，还是强调 Mac 的优势嘛。那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 YouTube 上去搜索一下啊。那其实在这个语境当中，好像就是 PC 就不是指电脑了，而是单指了运行着 Windows 系统的电脑。那可能我不知道在英文的语境当中是不是嫌说 Windows 太麻烦了，不如 PC Mac 两个音啊，这个明显一点。所以其实我能够确定的是，在英文和中文的语境当中，你但凡聊到 Mac 跟 PC， 这个 PC 已经不是那个它原本意义上的 PC 了，而它指的就是运行着 Windows 系统的电脑，我们把它暂时称为 PC， 而 Mac 呢就是 Mac。所以 PC 它是有一体两面性的，看你聊天聊到什么程度，不做特别解释就是运行 Windows 系统的电脑。但是在很多地方严谨的来讲，它是它可以指代所有的电脑。所以你说 Mac 也是 PC， 这不错，这个说法其实是不错的，只不过它的这个语境和它指代的这个概念的范围不一样啊。那我们说我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今天我们麦克综艺主要跟大家去聊换新这件事情啊，后面我就不再特别展开了。我说的这个换新不是心脏，而是电脑的芯片，也就是那块 CPU。如果你对 CPU 不是特别的了解的话，我建议你去看一下我早期的聊瓜子泡茶聊 iPhone 第1季的讲 iPhone 硬件的内容，在那个里面我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解释了什么是 CPU， 什么是中央处理器这个概念啊，我觉得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啊。如果有需要的话，推荐你可以回去看一看，我就不加链接了啊，比较懒啊。这边啊，加的话会出现在这边，我不加了啊。聊到哪儿了？就是换新指的是换 CPU， 换那个电脑的芯片，电脑的大脑啊，是换这个。以后我说换新就只是这个。那么说换新这件事情在 PC 里面，那以后我再说 PC， 我指的也是 Windows PC 啊。在 PC 的换新有没有发生过呢？可能如果你早年有自己装过台式机，或者我们叫攒电脑嘛，自己买电脑零件然后组装起来，不管是你自己有这个动手能力去组装的，还是你让商家帮你装，你但凡自己去买过，你应该听说过2家公司大名鼎鼎的生产电脑芯片的公司，一个叫英特尔，英文是 Intel， 还有一个是 AMD。AMD 的中文是什么？完了，不知道，跟 QQ 一样，没法翻了哈。但你们知道这意思就好了。所以其实在你组装一台 PC 的时候，你第一个面临的选择就是你想选 Intel 的芯片还是 AMD 的芯片，因为你选的芯片不一样，你买的主板就不一样。那这种时候如果你芯片定不下来，你是没有办法再进行下一步的。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就要选芯片，你要买什么。那你说这不就是 PC 在换新吗？对，没错，你买不同的品牌的芯片，比如说Intel 的芯片跟 AMD 的芯片，它的这个针脚的排列都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芯片跟主板不匹配的话，你这个芯片就没有办法插在这个主板上面，也就是说根本没办法用。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你也会发现一些不太对的地方。是不是所有的只要是 Intel 的芯片，它所有的主板都通用呢？你稍微有一点装机经验的人就知道了，当然不是了。那 Windows 从最早期的486、586，到后来的奔腾，到奔腾1、奔腾2、奔腾3、奔腾4，到后来的酷睿，它每一个系列的 Intel 的 CPU， 它的针脚排布都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你不但要选择哪个品牌的 CPU， 一旦你定下来，比如说我要选择 Intel 的 CPU， 那你还要进一步的选择，你要选择 Intel 的哪一款 CPU， 可能具体到每一款 CPU， 它的针脚也大概率上是不一样的。有没有通用的？有，可能某2款、某3款之间是通用的，但是这种情况据我了解发生的应该不多，不通用是常态。那你说这个不就是换芯片吗？没错，这个是换芯片，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问题。这种换芯片它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Mac 电脑的换芯片，
为什么？因为它根本没有动到芯片最底层的那个东西。那也就是说，同样生产的都是自行车，你买凤凰还是买永久，其实对用户来讲有差别吧？这可能有细微的差别，但大体上它都是一个自行车，它不是个三轮，或者它不是一个汽车，它也不是一匹马，对吧？那所以在这种换芯片，它是会有小的差异。那比如说我有些自行车是带辅助轮的，我有的自行车是带这个变速器的，山地车、公路车胎不一样等等啊。这个其实就是 Intel 跟 AMD 的差别，这也是 Intel 不同的系列 CPU 当中针脚变化的这种差别。你如果把这个也叫换芯，我不能说不对啊，那我只能说是今天我们聊的换芯不是这个。那我想聊的换芯是什么呢？是把 CPU 整个底层的设计架构全都改变了，说的是这样的一种换芯。也就是说，原来我是开马车的，现在呢我换汽车了。那你可以想象到，我把一个马车夫直接放到汽车的司机座位上面，他能跑吗？他根本就找不到北啊！这你放到那儿，他就喝茶了，是吧？但这个别抬杠啊！就你说这给他培训一下就会，那我知道，你这个你明白这个意思就好了，是吧？好，那我说的换芯是这种换芯，因为不管是 Intel 的 CPU 还是 AMD 的 CPU， 不管是 Intel 和 AMD 的哪个系列的 CPU， 它的底层架构我们都知道，它属于 x86 的架构啊。那这种架构其实它的大的框架是不变的，那这就意味着它的操作系统不需要做很大的改变。可能很多就是只用过一种电脑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2种电脑嘛，你只用过一种，对吧？算上 Linux 3种电脑，那如果你只用过一种电脑，可能你真的不太理解换芯的难度有多大。对于一台电脑来讲哈，你芯片一旦固定了，那我的操作系统是针对这个芯片去进行开发的。那如果我操作系统开发好了之后，你的芯片稍微再改动一下，我这个操作系统就没有办法运行在你这个芯片上。操作系统没有办法运行在这个芯片上，那在操作系统的上面运行的这个软件，第三方的软件也更没有办法在这台电脑上运行了。也就是说，对于一台电脑来讲，如果你就把它的芯片的架构给换掉了，那这台电脑你可以理解成它就瘫痪了。那能不能换？能换，要换怎么换？就它是一个全新的物种，你芯片换了，操作系统也要换，操作系统换完之后，你第三方的这些软件都要换，就是从头到尾彻底的把全身的血液都要换掉，你才能够成功的实现一个电脑的换芯的这个操作。所以我们说 Windows 微软的 Windows 为什么在Apple 公司没落的那几年，它异军突起啊，占有了这个地球上98%的这个电脑的市场份额。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在它的操作系统做大了以后，其实它和 Intel 2家公司，因为当时 AMD 是后来追上的嘛，最早年就是 Windows 加 Intel 啊 ，Windows 的操作系统加 Intel 的 CPU， 所以我们有一个词语叫 Wintel，Windows 的前几个单词和Intel 的后几个单词拼到一起叫 Wintel， 这是网民发明的一个词，就是他们2个联盟一起做的台电脑，这个联盟不可以切断，它断了任何一个都不行。你换了其他公司的微软的操作系统没办法运行在这个上面，你换了这个操作系统，你这个 CPU 就没有办法跟它配合了。所以其实你这么看的话，其实电脑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狭隘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它没有办法百花齐放？它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有3种、4种、5种、6种、7种、8种、9种、10种，甚至更多种的电脑。我们普通人选的就这么2种，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针对性其实非常强的，操作系统的每一个代码、每一个指令都是仅针对这种框架。我说的是框架，你可以有小的变动，但是这个框架上它可以用的。你比如说，你买一个自行车前面买菜的时候的那个车筐，对吧？那我设计这个车筐可能是一个操作系统，这个车筐只放在自行车上用的。你说好，我不放在自行车上了，我要放到驴背上啊，我要放到汽车顶棚上，你理解我的意思就好了啊。在这个案例当中，不管可能我这个案例这个例子举的不好，但是你就理解它不能放啊，这没办法放。好，那我们当明白这个
东西之后，你就可以更顺理成章的，我们接下来聊第二部分，就是 Mac 的换新，它是怎么换的？说来也非常神奇哈，Mac 电脑和 Windows 电脑走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条路线。为什么这个路线会完全不一样 ？Windows 就看起来好像是海纳百川，我什么硬件都愿意往里用。每一个 Windows 版本的迭代，它都说我兼容了更多品牌、更多厂商的硬件，我的价格卖的便宜，我没有任何的授权费，然后你们就都可以加入到我这个大的家庭当中。这个就有点像现在安卓的这种感觉嘛。谷歌开发了一个操作系统，大家都可以用，甚至有些地方都是开源的。然后每一个公司生产出来一个手机，它都可以配这个操作系统。那其实很多其他公司生产手机硬件的时候，它是先要了解谷歌的操作系统的，然后才，其实这么说也不太对，因为它整个是一个产业链嘛，就是你自己不太可能真的生产一个手机，你只是贴牌。其实说白了，其他的手机厂商它只是贴牌，因为很多硬件，你像 CPU 啊、内存啊、屏幕啊、电池啊，都不是你们公司的，你只是一个手机组装公司，而这些零配件他们在生产的时候，那都是会遵循一个行业标准。那这个标准下面就是你这个配件支持安卓，我这个配件也支持安卓，我们俩拼成一起就支持安卓。这个 Windows 当年也是这样，也是这么一个方式起来的嘛。但是 Apple 的产品就完全不一样，你不管是 Mac 还是 iPhone， 那我觉得 Apple 更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自己生产电脑、生产手机的公司。为什么这么说？当然了，你说 Apple 的电池也不是自己的，Apple 的摄像头也不是自己的，Apple 的屏幕也不是自己的，这个没错，这个是这个也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否认你啊。但是 Apple 的芯片是自己的，对吧？那你知道 Apple 是很少数的公司里面，为了达到一个新的硬件和软件相配合的效果，它会给你开发一条新的生产线。虽然这东西不是我自己生产的，但是我为了达到我某一种效果，我是用一条新的生产线的，我把这个生产线都给你开发出来，它整个这一套流程都帮你做出来的。那而其他的一些公司可能就是你要做这个好，你先找现在这哪家配件工厂能生产什么样的配件，然后呢我把它装起来。所以这个一个是由下至上，一个是由上至下，就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就是它方向是不一样的。那对于 Apple 生产的这个 Mac 电脑来说，其实从最一开始 Mac 电脑它的软件跟硬件就从来没有分家过。那这个一直是 Apple 自己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自己公司生产软件。你看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去聊过， Steve Jobs 陈先生说过一句话，我非常赞同的是 Apple 其实它是一家软件公司，它不是一个硬件公司。人们买你，而且人们买什么？人们是买硬件，而且 Apple 现在自己的软件大部分都是免费的。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悖论，但其实结合我另一个观点，就是很多人会把 iPhone 拆掉，然后去算这些零件都多少钱，然后组装起来就说这是你 iPhone 的成本是多少钱。我不是说拆零件不对啊，我也喜欢看这种拆机视频，也挺喜欢的，科技爱好者嘛都喜欢。拆没啥不对，但是我不认同的是什么呢？也不是说你不对啊，就是你这个说法我不太认同，就是你把这些拆完的零件算一个成本，你说这就是 iPhone 的成本，这种说法我不认同。那放到 Mac 身上也是一样的，它开发这个硬件其实是为了让你体验它的软件，那它才自己开发这个硬件的。那你觉得你买的是一个硬件，但其实 Apple 认为你买的是一个软件，或者他认为你买的是一种体验。那这样带来的体验的一致性跟整体性，往往是一些七拼八凑的公司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也就是 Apple 这家公司为什么一直活到现在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好，那你说 Apple 的换新历程是什么样子的？最早Apple 用的，据我了解啊，应该是摩托罗拉的芯片，在当年 Macintosh 的那个时代啊，用的是这个1984年的那个 Macintosh， 包括之前的 Apple One、Apple Two。我如果因为太早了哈，我那时候还没出生，1984年我出生了，但是 Apple One、Apple Two 1974年、75年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你出生也没用啊，聊这个没意义是吧？那个时候用的是摩托罗拉的芯片，然后到后来
应该是到 iMac 的那个时候，或者更早一些，用的应该就是 IBM 的 PowerPC 芯片了。这个我就可以多说一点了，因为我知道的是 IBM 的 PowerPC 芯片在当年是更多的用在游戏机上面的。如果大家是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游戏玩家，什么游戏玩家来着？3A 也不是，就电视游戏玩家，你会非常了解Xbox 啊，还有这个 PS 哈，索尼的 PS 系列，微软的 Xbox 系列。其实那个时候 IBM 的这个 PowerPC 芯片，它更多的是用在微软这个索尼的 PS 游戏机上的。当时是 PS3啊还是 PS2，就具体哪一代我忘了啊，就是好像是刚刚能播放蓝光的那一代，就是很多人买一个 PS 游戏机就是为了看蓝光电影，因为你单独去买一个蓝光光盘的播放器，好像比买一个 PS 游戏机还要贵。我当时有这么一些这个梗啊流传出来。那由于 PS 游戏机的全球的发货量比当时 Mac 电脑的还要大，所以那个时候 Mac 用的就是 IBM 的 PowerPC 芯片，但是呢是跟在索尼屁股后面跑的。那到后期呢，据说 IBM 就比较重视索尼这一块，跟他合作，因为出货量大嘛。Mac 这边出货量太可怜了，所以就不太注重 Mac 这一块。那一直到G3、G4 还没问题，因为那个 IBM 的那个芯片啊，它命名叫 PowerPC G1、PowerPC G2、PowerPC G3、G4、G5 啊。到了 G5 的那个年代，基本上这个就是在04年、05年啊，大概是这个年份啊。它的这个发热量就难以控制了啊，它的性能呢提升不高，但是能耗呢特别的高，就是造成就是 Apple 已经受不了了，就是我希望你效能能够每一年提高的多一点，但是你就是不给我提上去啊，弄得我的产品就没有办法在硬件上面能够达到我软件适配的需求，然后你的发热量又非常大，那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非常的尴尬嘛。所以到2006年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2006年是我自己开店的那一年啊，作为 Apple 的经销商开店的那一年，那 Apple 就果断的放弃了 IBM 的处理器，换成了 Intel 的处理器。因为那个时候在市面上你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处理器生产厂商，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不管是从 Apple 公司来讲，还是从 Apple 的忠实粉丝、忠实用户来讲，都Apple 公司怎么想，其实我不知道啊。对于忠实粉丝来讲，他都会天然有点抵触这个换 Intel 芯片的行为，因为就会觉得这你还是台 Mac 嘛，那你不就变成一个 PC 了吗？在那个年代 ，Mac 跟 PC 的两个阵营是有敌对的这种感觉的啊，所以就是大家都当时非常的怀疑，就是当时 Steve Jobs 还在嘛，就是怀疑这种做法到底好不好。结果后来发布会开了之后，发布会结束之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因为当第一款内置了 Intel 芯片的 iMac 和第一款内置了 Intel 芯片的 MacBook Pro， 那个时候没错，那是第一次 MacBook Pro 横空出世，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现在。而在那之前，用 PowerPC 芯片的笔记本电脑，它不叫 MacBook Pro， 它叫 Power Mac， 好像叫 Power Mac Pro 啊，它好像是这样子啊。我怎么可以一下子忘记了？反正只有老用户可以鞭策我一下，是吧？反正只有在换到 Intel 之后才变成 MacBook Pro。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传言说，换成 Intel 芯片 ，Apple 的开机声音会不会再是咚，而变成了当当当当，就是各种心虚，各种忐忑，各种担忧，怕这个自己喜爱的产品不好了，堕落了。但这个发布会开完之后就完全没有，不但能耗降下来，那个时候用的是酷睿1代处理器。不但能耗降下来了，而且性能翻倍的提升，就有点像现在从 Intel 换到 M 系列芯片第一次换的时候那种效能的提升，有点像，没这么大，但是也足够惊人了，算是一个范式的转移了。然后
关键是什么东西让所有的 Apple 的忠实用户都放下心来了呢？是因为开机的声音还是咚，没有变成噔噔噔噔啊，这个是开个玩笑啊。但更重要的是，当你把这台换了 Intel 核心的电脑开机打开，进入到界面以后，你发现这个运行着这个芯片换成了 Intel 的 x86 架构的这个硬件的电脑，它运行的那个 macOS 的操作系统和之前运行 PowerPC 的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让用户感觉 Mac 就从来没换过芯片是一样的。而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的 macOS 的版本是 10.4， 代号是 Tiger， 就是老虎。那个版本是第一次兼容2个硬件的 CPU 架构，就是 Tiger 这个操作系统，它既可以运行在 IBM 的 PowerPC 芯片上，又可以运行在 Intel 的酷睿芯片上面。然后用了2年的时间，把所有的 Mac 产品线的芯片全部从 PowerPC 转换到 Intel。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Mac 电脑是可以原生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了，因为你的架构一样了。那讲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我在聊 Mac 换新之前铺垫了那么多，因为我必须把大家的认知拉平。你只有知道我之前聊的那些，你才能够知道为什么在2006年 Mac 换了 Intel 的芯片之后，它才能装 Windows 了。而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Mac 的销量开始往上走了。2个原因，一个是能装 Windows 了，还有一个是 iPhone 发布了。多少人是用了 iPhone 之后才认识了 Apple 这家公司，然后才知道原来这家公司还有电脑，然后才去了解这家公司的电脑，然后因为 iPhone 买了 Mac 电脑，就像我一样。只不过我当年用 Mac 的时候，不是因为 iPhone， 而是因为 iPod， 然后才了解了 Mac。其实人类都是一样的嘛，就是都是相通的嘛。那这个时候再加上你真的用不惯 Mac 系统，你又可以去免费的装一个 Windows。那个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就是为了 Mac 的硬件好看，包括很多的设计公司，我说这是国内，国外我不了解啊，就是在前台上摆一台 Mac， 然后绕到后面一看，运行的是 Windows 啊，都是这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 ，Mac 的销量起来了。用户占有率毕竟高了。当时我们在卖 Mac 的时候，在零售店里面，更多的也是去谈论你们装不装 Windows 啊？我还记得北京西单店对面有一个专门卖软件的，那个时候啊，现在可能没有了。那个时候还有开一家像书店一样的，那个里面全是卖软件的。当时的软件，电脑软件都是光盘嘛，所以在那边它对面就有一家，然后。自从那家 Apple Store 开了之后，它对面那家软件商店卖出去的原版 Windows 的这个销量直线上升。就可能很多时候人们不差钱，但只是他不知道什么渠道去买，特别是网络不发达的时候。你想能来买 Mac 的，基本上还是有点钱的，所以他不在意花点钱再买个 Windows， 他只是希望你能不能把 Windows 给我装到上面。而当时 Apple Store 是说，你如果是拿一个盗版的 Windows 来，那对于 Apple 这家公司，你想想看，它可能帮你装盗版的东西嘛？这你想想，你用脚趾想想也不太可能啊。所以说那怎么办？那很多用户反正也不差这几百块钱嘛，我就到你们那对面买一个原版的 Windows 过来，你帮我装。当然现在 Apple Store 已经取消了这个服务了，就是你想装现在也装不了了嘛。M 系列的你只能装虚拟机嘛。那后来再往后的一次变革，大家都知道了，就是Mac 从Intel 的芯片再次改成了自家研制的 M 系列的芯片就是 M1、M2、M3，现在到 M4 了，而且也是同样通过2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系列的 Mac 系列的所有的产品线全部都换掉。那这3次是3次吧，其实是4次大的换新在一台电脑上，我觉得换成任何一家其他的公司来一次也基本上快倒闭了。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Apple 有过这种在死亡线边缘挣扎的经历啊，让他特别的珍惜生命，就是之后没事就换个新，没事就换个新，而且换的又那么的平滑。其实
回头想一想啊，真的是为这家公司捏一把汗。那这种换新其实风险是非常大的，就意味着你很多的开发者那些软件要重新开发。那大家应该知道，现在最近一次换新，可能有共鸣的人会更多一点。不但 Windows 装不了了，那 Windows 上面的软件也没有办法在 Mac 系统上运行。但是换新了之后呢， iPhone 和 iPad 上的大部分软件却可以在 Apple 芯片 M 系列芯片的 Mac 上去运行了。所以这一切牵扯到你能用什么系统，你能用什么软件，其实在最底层的逻辑都是跟换新有直接的关系。你换了芯片，就意味着基于芯片之上的操作系统、用户界面、软件就全都会不一样。而 Apple 作为一家公司，凭借一己之力，在多次的换新的过程当中，只是把最底层的这个地基和这个整个的基础全部都挖走，全部换掉了。而在基于这个地基上面的操作系统、用户界面和第三方的软件，它会做到让用户竟然几乎没有感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好，那今天我们的 Mac 换新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我总是感觉呢，有一些话还没有彻底的聊透，但是没关系，关于换新的话题跟芯片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肯定不会一次聊完的啊，所以我们暂时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让我们下期再见。